是朕错怪了你。朕曾经说过，我们要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依，也永不相害。是朕没有做的。皇上，您既然已经相信我没有负你，那你也不能负我。你答应过我，只要我肯留下来陪你，你就会放得住哥哥。花儿，此事你得容朕再想想办法。你怎么了？是不是头疼病又犯了？怎么了？不是头疼，是我心好疼，好像针扎一样。花儿，传太医，传太医！皇上，环姑娘这病十分的凶险，可又十分的蹊跷，倒不像是病，像是被人做了手脚。一群废物！你倒是给朕说清楚，他被人动了什么手脚？皇上，从脉象上看，臣判断好像是受了一种外伤，可是臣判断不出他伤在何处。此症无药可医，臣该死。听你的意思，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是吗？臣无能，臣该死。皇上，奴才也略懂医术，可否让奴才一试？穆生，你要是能把他救醒，那朕就赦了你们父子的欺君之罪。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但从脉象来看，确实是查不出伤在何处。不过方才奴才用内力顺着他的气血寻找了一圈，才发现了端倪。他伤在何处？回皇上，他是被人从胸前的膻中穴注入了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银针。这枚银针顺着气血在他的体内游走，如果稍有不慎进入心脏或者大脑，恐怕他就会当场毙命。寻常仵作是查不出死因的，多半都会以为是暴病而亡。对了，他在晕倒之前说他心口疼，应该就是因为那根银针卡在了胸前某个要害之处。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要找一个内力极强的内家高手，用内力顺着气血经脉，把那根银针逼回到胸前的膻中穴，然后再给逼出来。不过这种方法极为凶险，因为人体内的血脉粗细不一，百折千回。如果稍有不慎，那根银针就会顺着气血进入心脏或者大脑，那一换就……而且这期间过程极为凶险。就算最后成功把银针逼出了，那施救者也很可能因为内力丧失过多，变成一个废人。皇上，这等内力高手十分罕见呐！既然是好不容易练出的内力，又岂肯耗给他人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王生，你马上给我召集宫里所有的侍卫，挑选内家高手。皇上不可，宜欢不是寻常女子，她自幼习武，多少也有些内力。这施救者还必须与她习的是同门的功夫，否则施救者的内力会与宜欢的内力相排斥，情况恐怕会更加危险。王生，你也是从小在明珠谷长大，跟易欢学的是同门的功夫，你也算是个内家高手，你可愿意为易欢牺牲？皇上，奴才的命都是你的，又怎会吝啬这些内力呢？只不过奴才虽自小跟易欢长大，习的也确实是同门功夫，但奴才私下里还习了阿玛祖传的家传内功，所以奴才的内功与易欢也并非完全同路。这么说，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奴才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另有一人，同易欢习的也是同门内功，并且他的武功还远在奴才之上。
只不过什么呀？他是谁？你快说！只不过那人现在在天牢里，而且7日之后就要被处决了。朱思轩，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多谢关心，已无大碍。你知道今日朕为何前来吗？如果你是来劝降的，那我劝你不必白费口舌了。如果你是来送我上路的，那我只有一句话，请你好好待易欢，因为他对你是真心的。如果有一天你对他的感情变了，也请你放他出宫，给他一条生路。你待易欢，倒真是用情至深，也不忘他2度闯宫，求朕救你。朕今日来，既不是来劝降你，也不是送你上路，只要带你去见见易欢。你居然肯让我见易欢？老实说，易欢对你也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愫。朕并不想让你们俩见面，但是他现在受伤了，受了一种很奇怪的外伤，十分危急，连太医都束手无策。也许只有你能救他。易欢现在怎么样？快带我去见他！朕会带你去见他，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明白：就算你救了易欢，朕也无法违抗太皇太后的旨意赦免你，你依旧要死。你以为我会用易欢的命谈条件吗？那你未免也太小看我和我对易欢的感情了。好，希望朕没有看错你。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小心。易欢还在你手上，你就算要放了我，我也不会走的。如果易欢那日跟你成亲，你的这番话，朕是相信的。但是易欢那日抛弃了你，跟朕走了，朕也是一个男人。朕不知道在你的心里，现在究竟是爱他多一点，还是恨他多一点。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朕曾经自以为很了解你，欣赏你，甚至相信你。可结果呢？曾经我和你一样，要的是千秋大业，自然会不拘小爱。但心里，我也和你一样，都有自己放不下的人。好，易欢终于有救了，还不快走！怎么样？你可有把握？若在以往，我有70%把握，可如今我重伤未愈，只剩下了5成。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治好你的伤？朕宫里的灵丹妙药随便你用。来不及了，银针随时可能顺着他的血脉进入心脏或者脑中，已经等不及我慢慢养好伤了。皇上，他重伤未愈，便为易欢疗伤，已经不仅仅是冒着内力全失变成废人的风险，可谓是九死一生。朱思轩，你到底是救还是不救？但我有一个条件。朕知道是什么条件，朕答应你，只要你救醒了易欢，朕饶你不死。太皇太后那边，朕会帮你求情。你错了，你不必帮我求情。我的条件是，你一定要找出那个暗算易欢的人，杀了他。朕也想找出这个人，把他碎尸万段。可问题是，朕连易欢什么时候中的暗算都不知道，朕怎么查呀？易欢虽然武功低微，但不会连人往他穴道里注入银针都不知道。这只能说明，当时他处于毫无知觉的状态，所以才会着了人的暗算。你不妨仔细想想，近日他可有隐疾发作，陷入昏迷之时？
博生，你去把那日易欢闯宫突发隐疾之后，把她嫁出去的那几个侍卫统统拿下。这，慢着，先别着急抓人，查明他们的身份和幕后的关系。注意，行事要隐秘，不要走漏风声。奴才遵旨。那些侍卫都是跟随已久的心腹，很清楚你对易欢的感情，在未获你的明旨之前，如何敢轻易暗算易欢？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人指使。朕明白，待朕查明真相，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也为易欢免除这个后患。好，我相信你。我此番施救，已是九死一生，纵然侥幸活下来，太皇太后也会处死我。到时候，我再也没有能力保护易欢了。玄烨，答应我，好好保护易欢。如果有一天你对她变心了，也请你放她一条生路，让她走吧。好，朕答应你。那好，我现在可以放心的施救了。来人，打开他的镣铐。皇上，此人武功极高，若打开他的镣铐，恐怕会危及到皇上圣安，还是请皇上先行离开。能让你如此谨慎，我朱慈轩虽败犹荣。朕不受你的激将，朕相信自己的眼光，更相信你对易欢的感情。马上打开镣铐，不得有误。这。欢梅，虽然你心里已经没有我这个朱哥哥，但我仍然愿意为你而死。我死了，朱明联盟就不存在了，所有人也不必再活得那么辛苦。你想让全天下老百姓都免于战祸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你们都出去吧，不要妨碍我为他疗伤。皇上吉祥。凭什么？怎么样？查到了一些什么？回皇上，奴才去内务府调查了当日那几个执勤侍卫的档案，摘录在此。皇上，可有什么发现？朕心里有数了。此事暂且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声张。奴才遵旨。都1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华生，你看起来也很担心易欢呢。回皇上的话，奴才自幼在明珠谷生活，同朱慈轩、李易欢这些反贼一同长大，多少是有些情谊的。但是这些情谊，跟奴才所背负的国家大义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很好。花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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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必担心，他已经没事了。这就是那罪证。你放心吧，朕绝不会放过伤害易欢的凶手。好，我放心了。轩逸，你不必再向太皇太后求情。反正我也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了。我还有一件事求你。说吧，朕一定会帮你做的。等他醒来，永远不要告诉他，是我救了他。为什么？其实欢妹心里对我未尝没有情意。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我和他会是一对神仙眷侣。不过，既然他最终选择的人是你，我又何必让他难过，让他纠结？你现在明白了，我不仅才智不输于你，我对易欢的爱更远胜于你。怎么样？他已经内力全无，变成一个废人了。宣太医，务必用最好的伤药保住他的性命。这……这朱慈轩肯舍命救这李玉欢，那是他们自己的情分，可不是看在你皇上的恩情上。与公与私，与情与理，他们都是皇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呢。皇上，你却心软了。皇祖母，孙儿不是心软，孙儿就是觉得吧，眼下朱慈轩已经是一个废人，这杀与不杀，都已经无碍大局了。我们可以像捐进鳌拜一样，把他给捐进去了。只要他不死，这朱明联盟的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也就不会轻易闹事了呀。哀家跟皇上想的不同，他是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只要他还活着，哪怕是他是一个废人，那他也是这反清联盟的一面旗帜。
典刑，永绝后患。皇上，这朱思轩要是死了，只怕易欢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皇上。朕现在也正为这个烦恼。老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哎，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请皇上体恤奴才，千万别说这个办法是奴才说的，要是太皇太后知道了，饶不了奴才。你放心吧，朕身边也没几个会办事、能办事的人才。再说了，从小就是你伺候朕长大的，没了你，朕也会不习惯。多谢皇上体恤。其实奴才这个办法挺简单的，4个字：李代桃僵。您还是把药喝了吧，否则皇上会砍了奴婢的头的。哎呀，是啊，您快喝了吧。皇上又不是暴君，怎么可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啊？没事没事，拿下去吧。皇儿，这句话说得好，朕喜欢听。皇上吉祥。把药给我，你们都退下吧。是。皇儿，来吧。我都说了，我已经好了，你别再给我喝这些苦了吧唧的东西了，行吗？你要是想知道你朱哥哥的消息，那就把这碗药给喝了。你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也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太皇太后不肯赦免朱思轩。那你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对不对，龙小弟？你看，我都没有骗你，你也不会骗我的，是吧？朕是不会骗你，但是朕不能明着和太皇太后还有一帮支持太皇太后的文武大臣们对着干。所以呢，朕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找一个死囚，易容成朱思轩，把他送到菜市口，明正典刑。这样的话，朕就可以塞住太皇太后还有重臣的口。朕在暗中找个机会，把真的朱思轩给放了。谢谢你，龙小弟，你果然是言而有信的好皇帝。你呀，你先别急着给朕戴高帽。朕这么做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一辈子都在这宫里，永远陪着朕。其实，我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如果你真的能放得住哥哥，那我就留在宫里陪你一辈子。不过，我只能做你的红颜知己，不能做你的嫔妃。不是，那怎么行呢？那朕每日放一盘烤鸭在你面前，只许你看，不许你吃，那算什么呀？龙小弟，我心里怎么想的，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对你是情爱，对朱哥哥是情义，我对你有愧疚，同时对朱哥哥也有愧疚，我心里放不下你，但是又不能太对不起朱哥哥。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好，从此以后我不再吃美食，不再吃烤鸭，你每日只需要给我一些清粥小菜，不让我饿死便足矣了。为什么还给他戴着镣铐？还不赶紧去了！这玄烨，反正我明日就要上刑场了，你又何必如此？朱思轩，你我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是情敌，
但你我二人也算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尤其是你救了易欢，朕的心里很是感激。我救易欢，是我跟易欢的情分，与你无关。不过你别忘了，你承诺过我，要找出那个暗算易欢的人，杀了他，为易欢除掉后患。那个人朕已经查出来了，但是朕现在还不便对他动手。你自诩天子，却言而无信。那个人就和阿碧琪和隆德多他们一样，朕早晚处置。但是不能操之过急，朕得先解决你们朱明联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朕才能腾出手来治内。朱思轩，你也曾从小学习为军之道，你应该能理解朕的策略。玄逸，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你不相信朕，朕的心里很是遗憾。但假以时日，朕一定会证明给你看，什么才是帝王之心意。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去证明给易欢看吧，别让他对你太失望。谁说你等不到那一天？朕已经答应易欢，今夜就放你出宫，所以，朕此次前来，算是提前为你送个行吧。你要放了我？若是没有你这样的敌人来见证朕的文治武功，那朕为帝的乐趣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但是，朕也有一个条件。我说过，如果你是来劝降的，那就免开尊口吧。朱慈轩呢？朱慈轩，你说朕不了解你，现在看来，你也不了解朕吗？朕知道，朕放你归去后，犹如放虎归山。